您好，我是韩国牙科医渊源长进英在博士。今天我将谈谈充值体设计。即使您在互联网上或 YouTube 上搜索，也找不到准确理解和解释充值体设计的医生，这是因为牙医不多。卡尔密氏开发的充值体名为 BioHorizon 充值体，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由卡尔密氏开发的。据我所知，它是由阿拉巴马大学材料科学系的一位教授开发的，并在卡尔密氏的名字下公布。我曾去阿拉巴马大学参与充值体设计，然后呢，最近有一家名为 Henry Schein 的美国分校公司，他们在那里进行在线课程和网络研讨会。除了某位教授讲授的充值题设计外，我认为没有详细解释那种充值题好。充值题是如何设计的，以及每种设计具有什么特性的研讨会。由于我从事充值体设计已有大约20年，因此了解 S-LOC 充值体是如何发展的。接下来我想谈谈我们是如何制造出更好的充值体的。所以，首先从结论开始，我写了 Implant design is decisive factor in success of implant dentistry，也就是说，充值体的设计是决定性因素。但是我也考虑过这样的想法。最初，关于充值体材料的讨论很多，所以早期人们认为材料很重要。最初也有很多关于充值体材料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历史上，在埃及时期曾使用贝壳，有关于使用贝壳的论文，然后又说用印象前的，还有使用黄金、不锈钢，接下来又使用人工蓝宝石啊，这样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材料，最终随着钛的出现呢，开始以钛为主制造充值体。所以我想再多谈谈钛的内容，然后再回到充值体设计的话题。钛有纯钛合和金钛，将其分为1、2、3、4级来进行解释，而且5级则被演翻归类为合金。所以现在 Brainmark 充值体的第一款产品是用了1级。我现在还记得，那大约是28年前，当时用 Brainmark 充值体产品时，发现当这样旋转充值体时，定部的六角形秩序施加一点力量就会变形，非常脆弱，不过粘合得很好。后来机械故障开始出现，这样一来，2级、3级用的越来越多。最近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在使用4级，所以 Nobel 充值体、Astra 充值体、三爱充值体这些公司都在使用4级，而我们也是用4级。因此，几乎所有人都在使用4级，但是用4级也会产生问题，那就是充值体的经常发生。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像 Zimmer 充值体或 BioHorizons 充值体这样的美国公司是用5级。原因很简单，美国有集体诉讼制度，所以呢，如果充值体不断断裂导致集体诉讼，通常公司会支付赔偿，进而破产。所以，如果充值体不粘附也没关系，但如果它断裂，就会被召回，对吧？所以，美国的代表性公司 Zimmer 充值体或 BioHorizons 充值体使用5级合金，很了不起。为什么说了不起呢？因为5级合金有6%的氯和4%的皮组成，这意味着40%是致盐物质，而且剩下的90%是钛，所以大多数生物相容性不好，粘附的不太好。所以 Zimmer 充值体大多数是 HA 涂层。关于 BioHorizons 充值体有很多讨论，尽管 BioHorizons 充值体粘附的不太好，仍然有地方在使用。在韩国几乎被取出了 BioHorizons 充值体，我也经历了很多困难。尽管如此，它似乎在美国仍然被研发使用。据我所知，一家大型顾客公司收购了 BioHorizons 充值体并进行制造。我想那家公司可能有某种力量，所以持续在销售。Straumann 充值体也很有名。Straumann 充值体和 ITI 充值体方面使用的是 Roxolide 这种钛高合金。我们也想试试这个，但是在国内连进口都没有。国内公司也曾努力尝试使用 Roxolide， 进口都没有，所以大概都放弃了。现在主要用4级。有一些公司是用从 Carpenter 公司生产的钛，还有一家名叫 Fort Wayne 的退货公司，也有使用该公司的锆石的地方，那个粘得很好。
大约是3级，越软的越粘得好。但是它特别容易断，使用起来很困难。所以仔细看的话 Zimmer 充值体和 BioHorizons 充值体是美国公司，所以他们要注意机械故障。Keystone 大概也是美国公司，不过不管怎样，欧洲公司似乎更注重生物兼容性。它们的特点呢就是这样：当合金时为100时，4级大约是64%，而 Rock Solid 是92%。Rock Solid 含有锆石，因此脆性强。脆性就是说它在冲击下很容易破裂，所以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帮助。但毕竟是 Straumann 充值体这个著名公司，所以看起来不错。公司的权力是先主的，公司的实力很好。现在大部分使用的是4级。国内有名的使用5级的公司有 IBS 种植体，我听说他们的种植体粘附性不好，因此似乎很痛苦。所以像 MyQ 种植体这样的公司强调他们使用的是4级，因此销售 IBS 种植体的意愿已经到了积极营销的地步。这并不是很好的一种销售方式，但别无选择。我们 S-Lock 最开始也是用的5级，这是旧款 S-Lock 的形状。使用它有很多困难，它的置入成功率大约为90%，意味着有40%是失败的。成功率低导致生意不好，所以吃了很多苦。自从换成4级后就没有说过不粘。5级只能使用 RBM 表面处理，无法使用 SLA 表面处理技术，而4级相比 RBM 更适合使用 SLA 技术，因此我们使用 SLA 进行表面处理。最近我们的下一个开发产品呢，只有 SLX、TLX 和锁定类型，所以产生了一些好皮之分。Torx 螺丝类型与现有的普通充值体使用相同的方法，所以不需要重新学习。而且因为是数字化，所以反响很好。不过在我们公司，这种还是卖的更多，因为方便，雨后也很好。但由于陌生，大家都觉得难以使用。这一方面是螺丝类型，因此学习曲线通常较短，可以快速学习。所以在国外或周围出手这个 Torx Plus 充值体时，我主要是以这个为中心进行说明，全部都是4级的。4级是很牢固的，使用了 SLA 表面处理。接下来我谈谈充值体设计、咬合力以及骨组织的生物反应平衡。到现在为止谈到的充值体材料，您应该都理解了。接下来我想分成宏观设计和微观设计2个部分谈谈充值体。宏设计呢，其实比想象中要简单，这可以主要用4个关键类别来解释：充值体轮廓特征、螺纹设计及模块的形状以及基态连接方法。微观设计表面问题，执行 SLA 本身就会造成微观不规则性，有一个称为 RA 的值，用 roughness average 这个表达，所以我们会说这个只是 1.5 2.5 3，粗糙都是 n 微米还是3微米的区别，这个数字越大，复照率越好。论文中提到不要超过 1.05， 据说当超过 1.05 微米时，发生充值体周围炎时，继发性周围炎限制增加，所以论文建议大约 1.5。国产充值体的粗糙都大多数在 2.5 到3之间，所以一旦溶解，周围会产生大量炎症，骨头也会溶解，表面处理过度。我认为呢，这是因为有一种信念，认为它应该很好的粘合，所以我认为是这样的。在发达国家，主要是专可以生植入植体，所以他们的粘合技术并不缺乏。在韩国，主要是开业医师进行手术，而且他们也努力使用干净的充值体，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很难。所以我认为可能会有那种细微差别。另外呢，微设计是表面处理，然后是生物活性材料涂层，代表性的就是 HF 涂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 S-Lock 充值体的某种表面处理状态，也就是 SLA。先进行砂膜，然后将硫酸和盐酸混合，再进行酸处理，
就会变成这样或伤口的形状，会产生像爆炸后形成的旋乌焰一样的细节。这里不满足，还要再处理一次。您看这个空里面，这里是1微米一个个子。我知道这个是1微米，所以这就是1微米。因为这个是一个空，所以算下来大约是1.5微米。RA 值大约是1.5，这个里面是 RA 值。刚才提到的粗糙度值，这个是1.5微米，20纳米的粒子全部粘在表面上了，所以这个被称为纳米 SLA， 但没有单独的纳米 SLA 许可。所以怎么表达呢？就是 SLA， 但是有纳米结构。我们也是如此， Strawman 充值体也是如此，因为做纳米 SLA 的地方只有我们和 Strawman 充值体。Strawman 充值体的刚才说的 Rock Solid 不容易附着，因为含有锆石，所以总是很难粘合。所以据说它在那密集别被处理，但即使是 SLA 也粘附的不好。他们说这是 SLA， 但含有15%氧化锆，想要成为 SLA 并不容易。为了克服这个问题，采用了纳米结构，但在论文中可以看到这并不均匀，并且可以发现这种结构是稀疏的。如果您查看我们的 SLOC，您会发现所有表面上的纳米结构都均匀而准确地再现了，这非常重要。您不常见到这样的充值体，所以是20纳米的晶体线 TiO2 吧？这不是涂层产生的，而是将原本形成的太阳化膜转变成这种形状。我认为呢，这是全球唯一的方式，也是唯一的表面，非常了不起。没有公司能制作出这样的表面。为了开发这个，我花了大约5年的时间苦苦奋斗。我觉得好像一个种方式一直在重复。据说所有的发明都需要一些偶然的因素，但那个偶然也必须要有方向性。根据材料学教授的建议，照着方向性进行开发，使我能够不断获得均匀和稳定的结果。所以我认为这是唯一具有均匀纳米表面的充值体。所以我们的纳米 SLA 实际上是世界第2个， Strawman 充值体是第1个。不过在结果和质量上，我们有一张照片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是世界第1，所以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去年我植入了热闪掉123个种质体，我们医院在计算这个数字，患者姓名和置入的充值体数量一并写下。我100%进行税务申报，税务申报是100%的。数了一下，发现呢，其中有58个确实。计算下来，掉落的概率约为0.27%，大约是2.7%，因此成功率大约是97.3%，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99%的充值体好像已经附着在骨头上了，但其实并没有这样的统计数据。全球来看，成功率在96%到67%之间，成功率通常在这个范围内。这对大型公司来说就是如此。小型公司大多数会稍微修正数据，并主观的解读，所以这是一个难以判断的情况。不过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我遇到过很多困难的案例，也经常进行故意值。97%的成功率可能是因为纳米 SLA 表面设计，我这样认为。宏观设计和微观设计形成了充值体的特征，因为呢，生产的时态虽然等级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用的是相同的钛。制造钛的公司在世界上只有3家，由于美国的 Carpenter 公司，接下来是德国的 Zap 公司，然后有一个在中国，好像只有那些公司呢又能够融化钛的溶率，那只有3个地方，全球。但是现在呢，韩国大部分地方主要是用美国的 Carpenter 公司的充值体，可能其他地方也差不多。接下来基钛主要是用的是德国 Zap 公司的产品，所以素材是一样的。世界上有那么多种类的充值体，但材料只有镁纸盒的纸，所以有点讽刺。最终，充值体的特性是由设计和表面处理决定的。这2种，宏观设计和微观设计，决定了充值体的特性，也会影响固正核。接下来，充值体设计将要荷载和传递、分散和
和吸收周围的骨骼。充质体周围的骨骼必须依生物反应性达到平衡，这样充质体才能持续存在。因为呢，骨头并不是保持不变的，而是会生成新的骨头，进行再次的成熟和吸收。有种肢体的微观、宏观设计决定的特性，最终会影响到充质体周围的骨头，所以这会影响到充质体的持久性、掉落的速度、骨头的溶解等问题，也可能会发生芽草肌缺失。如果骨骼保持良好，就会有功能性和美观性。长期结果怎么看？第一个是机械故障，充质体断裂、螺丝松动、基台断裂等，材料比较薄弱或者设计不当，导致某些脆弱的部分出现了。第二个是充质体周围出现了芽草肌缺失，然后充质体周围的骨头呢开始溶解，生物反应性平衡如果没有实现呢，就会破裂。那么最终充质体周围的骨骼会溶解，最终会失败。这两个因素是需要考虑的。志旭豪好像意向这个即可。此次讲座是关于充质体设计的，因此我们将看看整体外形、螺纹的形状，以及基模块的形状和基台连接的形状是如何影响肢体的变化的。主要是宏观设计方面。关于微观设计，似乎已经几乎得出结论了。SLA 很好，而且拥有纳米结构的公司在全球只有2家，在这2家中，我们的纳米 SLA 结构非常独特。所以如果谈谈大概4个关于宏观设计的方面，应该会对理解充质体有所帮助。首先我讲谈谈整体外观。整体的外形是第一，这很重要，非常重要。大约有5种概要设计，一个是圆柱形的，第二个是锥形的，直锥形状也有钉不是锥形的，而地不是直形的。我们 S-Lock 的外形设计是双锥形的。充质体的外形真的很重要，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喜欢 S-Lock 的旧款设计，有些人希望制作圆形设计，因为那样的设计有点持久。圆形设计粘合起来很困难，但一旦粘上后就没有问题了。地不是一个大的形状设计，充质体的顶端如果尖的话，放进去就容易些吧。圆形不尖，所以难以充值，但耐用性更好，因此仍然有寻找圆形的人。从手术方面来看，初期稳定性是最重要的。无论谁怎么说，初期稳定性都是最重要的。使用过Bicon充质体的人们不同意，但是绝对不是这样。当然，要植入Bicon充质体，骨骼必须良好，因为没有初期稳定性，所以把它浸泡在里面。骨修复、愈合能力下降的人很难使用Bicon充质体，所以请考虑一下这些事情。以初期稳定性为标准来看一下手术方面，从左到右分别是圆柱形、锥形、直锥形、锥直形和双锥形。表面宏观设计会影响初期固语和反应，整体外形宏观设计与咬合共同影响超充质体治疗的成功与失败。外形在很大程度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您看，除了螺纹以外，是通过外形来区分的。例如 ITI 充质体 ，ITI 充质体也有多种外形。国内的充质体大多数都是 Astra 充质体的复制品，形状没有不同。国内的充质体大多数是用于 Astra 充质体相同的材料，浸在螺纹和连接基台面呢，采用不同的方式制作。所以我们要好好考虑这个。初期的种质体是圆柱形的，因为这种形状最容易学，只需制作螺丝，所以一般将其做成圆柱形，末端稍微尖锐一些，所以工业标准是圆柱形的，所以一开始就这样制作了。您看到的这应该是 Mark IV， 这是最近仍在销售的充质体，设计变化几乎没有。也许这不是早期充质体，看起来像是复制品。无论如何，这就是 Mark IV 充质体，看起来像是双螺丝。因为很难置入，所以我想是为了快速放入而把螺丝做成了良性，所以形状很规整。这也是一个好的设计，放进去有点困难。
放进去后会怎么样？往往会松弛一些，因为呢，锥形越放越有压力，而直形不能正中间放入充值体，那么大概会这样移动，然后这样旋转进入吧，那么洞会变大，所以初期固定不好。而且我想这可能是 Core Vent 充值体，现在称之为 Zimmer 充值体。在那之前，当它是 Dentsply 充值体时，它是 Paragon 充值体。在此之前，Dr. Niznik 出售的时候呢，叫做 Core Vent， 孔是这样大的。这里现在呢，骨头进入了，里面确实会长出骨头。以前取出掉的东西里有骨头，它的形态也是直的。最开始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对不起 ，Brainmark 充值体也很特别，现在也这样制作，所以是固执的，有自尊心。刚才说了，圆柱形的不能放到正中间，如果外些地方进去，最后孔就会变大，初期固定不好。因此，我认为制作锥形初期固定会好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它被制作成锥形的原因。锥形的，所以初始稳定性会增加。多余了这一点，在骨质两差的地方也能很好的植入。那么在坚硬的骨头上怎么样呢？放进去后，如果卡住，就连拔都拔不出来了。但是你压力性压劈死的概率一直在增加，这可能是国内的 Superline 充值体吗 ？Dentium 充值体？这可能是因为有不少人在偶尔放进去又拿不出来的情况下苦挣扎，所以锥形的固定效果好，但放进去更困难。刚才说的圆柱形类型虽然容易放入，但最终螺丝会松动，所以很困难。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东西。这是什么来着？我现在还不记得。我记得这是 Camlog 充值体的早期版本。Camlog 充值体呢是这样出来的，然后由于这不起作用，似乎改变成了螺丝。这是 TPS 进行了表面等赤字体涂层，将它在高温下融化并喷涂的话，恢复着在表面上。涂覆 HA 的也很多，在早期这种版本呢有很多种肢体是随便切割而成的，而不是制作螺丝。我把这些都放进了标签中。Bicon 充值体这样的地方就是如此。一开始是很好粘合的，一开始呢它浮躁的很好，但是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呢从上面是加药和砾石，面之间会相互碰撞，因此会产生间切力，这最不好了，所以掉了很多。后来就开始不做成这种形状了。我在想是否可以做成锥形类型，因为制作了锥形类型，所以初期固定的到了很大的改善，所以这样制作了。这种类型的问题是下面无法产生很多落纹，所以充值体的表面积并没有大幅增加。为了解决那个问题，变成了细长的形状。那段的怎么办呢？段的不能做成锥形，如果这么长，至少直径会达到15毫米或18毫米。这么长的话呢，做成锥形类型也不错，但是端的没有办法做成锥形类型。这些产品在销售的过程中想法又会改变，所以这样做怎么样呢？这表面太小了吧？表面积太小了，那么上面是直的，下面是锥的形状怎么样呢？这样的产品推出的还挺多的，心情也变得轻松，骨皮丝也减少，压力骨皮丝也减轻。无论如何，下方的形状是锥形的，所以表面积的减少是无可避免的。所以这种风格的充值体不断出现，地部是锥形，上部是直形，这些东西不断出现。这种也是这样吧？这可能是 Alpha Bio 充值体或者 MSI 充值体。在那个系列中，这种形状的充值体有很多，但是这个上面没有落纹了。这因为端了，所以消失了，有尾沟槽。因为变波了，就会全部断裂。所以他们去掉了螺纹。从常识上考虑，地部有一个螺距，那么这里上面的螺距也要一样。但是这不是螺丝，所以我们觉得如果牙齿充值体设计成这样就不太对了。这儿也一样，上下螺丝的螺距不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甚至还有这样的东西，有个叫 Saigon 充值体的，下面也开了个口。Saigon 充值体都是败了，但在那个时候它引起了轰动，声称它改变了充值体的格局，那东西卖得非常贵。国内进入后呢，
几乎都破产消失了。仔细想想 ，Strawman 充值题也是如此，这种类型也有，执行也有。我听说这个用的很多，哪里真的有人说，如果真贴上，就很难撕下来了。他们似乎非常满意，但是心情很烦。还有这样的，还有告示充值题，还有这样的。最近出现了一种叫 BLX 的这种风格的充值题。TLX 和 SLX 的设计有点相似，但是 BLX 并不是 Strawman 充值题的独特设计。在美国已经出现了很多类似的设计，这个又是从 Strawman 充值题抄袭的，这样彼此往返。然后上面是锥形的，下面是直行。代表性的就是 Astra 充值题。Astra 充值题是这个样子的，充值题的上部形状较宽，所以要合理的分散传递能力很好。而且巴亚的地方上面空间很大嘛，巴亚沃在估计的那一边，那很好。相反，到人该怎么做呢？这种重置题几乎需要 GBR， 因为螺纹会暴露在外面，那么必须进行 GBR， 失败的概率也很高。然后这些东西持续影响着，有时也会使用锥形类型。相反呢，如果您看到的话呢，积模块很小，这可能是 Aidin 重置题，也可能是美国莱德那款产品，这些容易植入。这种风格的充值题设计一直在不断发展，但是我们是双锥形的。这个想法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在日本发现了大约3000年前17时代的陶器，有人说这是声纹陶器，日本的陶器。我们的 S lock 和形状一模一样，对吧？这个声纹陶器有很多保存完好的圆形纹物，这种形状是最耐用的，不是吗？还有琵琶形铜尖和细形铜尖，您看，这就是以前的青铜时代。青铜时代是在铁器时代之前的。铁器时代，骑马民族都征服了他们，有一条草原之路，过去连接了蒙古和欧洲，延伸至哈萨克斯坦、鞑靼族、斯拉夫族，这些都相互关联。但是他们是由牧民，没有记录历史，然后呢继续移动，所以遗物非常少。最终铁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就衰落了，这青铜器太弱了。我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有很多情况，据说将20%的锡混合后可以制作青铜剑，所以铜非常脆弱嘛。现在这样制作的铜导出来了，因为耐久性差，所以会怎样呢？这里有，是 S 字形的，所以一直在谈耐久性。这个是中国青铜器的琵琶形铜尖，而韩国的是一体性的。中国制造到人，并将其附加到手柄上，韩国是整体打造的。韩国的形态可以看作是一体式，当反转过来时，这一边可以视为重置体，而这一边可以视为基态。所以韩国的琵琶形铜尖和细形铜尖是一体式，中国可以被视作两个身体。看起来就这样区分韩国的和中国的东西。如果发现遗物，就会这样分类。反正我在提一种肢体时，这两个是我的动机。琵琶形铜尖和声纹陶器，耐久性非常好，充值题者还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例，在15年内，了不起的成绩，仍然一个都没有。有效传递要合理，锥形有2个部分，所以质抗也有2个地方，即使一个地方通过，另一个地方也会得到缓解。这里通过去后呢，就会变成这里的救急，然后又被抓到了。所以这边只有这里一个地方是固定的，这边有2个锥形，所以初期固定的很好，我觉得这样会更有利。所以它可以是松指骨的，也可以是顶骨的，所以我认为这样会更有利，就是这么做的。这个治愈模式也稍微有点不同，受到压迫的地方会形成外胛骨生长，而得到缓解的地方会形成骨架形成。我来给您解释一下。不能说某种形状就一定好，
即刻负载是怎么做呢？有一个提取插座，当充值体放进去时，刚才的 Astra 类型要更有力得多。为什么？间距有点小。要克服这个问题，使用更宽的尺寸支体是更加有利的。现在把雅后即刻负载时就做小型充值体，特别是6号和7号的情况，初期固定是没有出来的，所以先拿出来等着再做。但是如果是用更宽的充值体，把压后立即进行充值手术是很方便的。大家都害怕，如果失败会怎么办？都是一样的。如果失败的话，通常在1个月内就会跌下来吧，就再等2个月，等3个月再说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真的很方便。所以我认为把压后立即积极进行充值体是正确的。刀刃变成了反面，上部款的话有点难呢。所以 Astra 风格的坠直型几乎不行，而且至少要向下放置1毫米，才能不让估计部分溶解。所以最终只有深充值。我们 S-Lock 的情况是，即使深埋也会有基台主高度，基台主高度有很多种出现吧，所以这很舒服。如果是想到人这样的情况，是用锥形或直形的话，外侧、唇侧或颊侧都裂开了，受不了了，全都必须进行 GBR。不过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您可以这样思考，最终请认真比较一下我们的双锥形和其他类的，那么就能更清楚地知道了。所以现在充值体如何植入是很重要的，这是按尺寸充值的示例图片。下方款的充值体如果钻孔不正确是无法植入的。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很容易充值，但是容易植入的充值体容易脱落。如果您放一个小的，那就很简单，直径5毫米或5毫米，置入后呢，几乎没有需要修正骨头的地方，直接置入就可以了。直径4毫米或4.5毫米的充值体，削减后插入就可以了。充值很简单。那么那个会持续很久吗？确实0毫米和5.0毫米的表面积几乎相差1倍。考虑一下表面积，圆柱形吗？所以表面积呢，只能有2倍的差异。直径5毫米和6毫米是非常大的差别。直径6毫米和7毫米的表面积差别更大。所以我几乎常规使用直径6.7毫米和7毫米的基台。所以正因为这样呢，我也过得很舒服。除此之外呢，没有其他方法。因此，每个人都非常关心钻子，我们也制作了很多钻子。原因是，如果工具抱不好，您就无法置入款的，绝对不能置入。而且容易进入的充值体也容易脱落，最后骨密度大约相当于第一瓮骨，那就真的很辛苦。所以现在我们是用各种方法 ，Step Down 和 Step Back 也用。第三 ，DS 骨头怎么样？要继续把钻头往后推，并施加压力进行植入。DV 骨头怎么样？第一骨头很难解吧？将埋头孔钻头呢，在中途放入，先切割上面的估计部分，然后再往下学，再继续学。如果不是用于几乎相同的肢体尺寸的胶导或钻子进行置入为之准备，充肢体不合适，绝对不会进去。出示 S-Lock 充肢体设计中有很多宽度，所以它们无法放进去，很痛苦，大多数人，但是没有办法。您的自己好好学。即使设计的易于置入，实际上并不简单，它不会持续很久，这就是困境。无论如何，这就是情况。而且第4股 DV 股主要置入宽度，并且置入直径8毫米的，直径8毫米。DV 骨相一向直径6.2毫米，只能置入磨牙。我认为这样会没有大问题。最终像拧螺丝一样，将螺丝放入的叫做螺钉充值体安装 ，Tap in 就是简单的放进去就能装上的东西，称为插入充值体安装。最终仔细考虑，铝合液一样是压力配还是损失配呢？
愈合会是外胛骨生长还是骨架形成，只有这两种情况。所以充质体的形状和充质体部位的形状，就是说拔牙后里肌充质体上部较宽的和吸收了很多的则较窄的吧。那么要怎么削减它呢？根据 DN、DT、D3、D4的质量，会发生比想象中更困难的事情。所以充质体的选择也要做好，置入位置准备也要做好，姑且开着一定要做好。而且您也需要有洞察力的决定要见到多大的尺寸。这个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人认为只要告诉他们一两个方法就能解决问题，绝对不是这样。这就是让您们感到困难的原因。您只是国小尺寸的种植体，直到现在，所以做一两个转子就结束了，这也很难。为什么？充植体本身很难，不过充植大面积的难度要高得多吧。不过没办法，如果不插入款的会怎么样？如果您补充只打的，持续的时间不会很久。有些人说要我教怎么充值，但我教的是如何能够长久的进行，并且要充值宽度。我不能教简单充值的方法，那种东西本来就不存在，而且容易冲下的东西也容易掉落。所以您可以好好考虑一下。最终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低运营骨头的情况几乎都被削掉了吧。植入位置准备，也就是说姑且开的直径接近于充植体的直径，但是因为骨头很强，所以只要这个末端稍微卡住，初期固定就能很好的出来。即使最后稍微拖延，初期固定效果会好得多。最终在这个缝隙这条线之间有什么差距呢？血不流了吗？它现在如果硬了，就叫做冲。我不知道里面残留的某些骨骼颗粒、碎骨颗粒或者骨粉是否造成了这种情况，叫做冲。最终这就是变成骨头的意思。某个种植体公司说这个会更快的变成骨头，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我已经按下去了，那么骨头被压制的状态吧。这个是在植入充植体之前不需要切削很多骨头，像第四骨的情况，在放入充植体时会发生压实，这就是。那么现在称之为外胛骨生长。那么受到压力的地方，这里也受到了压力。受到压力后，首先发生的是破骨细胞转变效应。接下来受压的骨头呢，现在开始被吸收了。那么破骨细胞效应呢，就接着来了。那么骨架形成就是由成骨细胞发挥作用，但是发生外胛骨生长的这一侧还有一个破骨细胞阶段。首先成骨细胞阶段是另外的，它在跟着，所以说时间会更久。但我并不觉得一定是那样，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当然，他们是这么说的，实际上是不能这样浸泡第三股或者第四股的，不得不利用外胛骨生长。第特骨是半半的，一半是外胛骨生长，另一半是骨架形成。这似乎并不是只有一方发生。当然，像这种完全是松脂骨的情况，通过压缩获得初期固定，所以可以通过固压式来获得，所以会产生腹胛骨生长。但实际上这就是软骨。在压缩状态下，似乎吸收并没有发生，它持续存在，感觉就像是直接生成成骨细胞一样。可能是破骨细胞效应与压力有关。如果是加太多压力，就会出现破骨细胞效应。这本来是软骨的，松脂骨的情况，粗糙骨这样的东西，即使按压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压力，它还活着，然后好像又成骨细胞粘上来了。我就是这样理解的。由于我接触了很多案例，所以有了这样的概念，想到了当我防止充质体时应该如何防止。那么我想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骨骼愈合，骨愈合，骨头要愈合，新的骨头必须长出来。那时候骨头会怎么反应呢？生物反应的情况是否出现，决定了我是否能做好充植手术。产品本身是啥？差不多一样，是事实。手术更重要，说实话。所以最终有两种，骨架形成和外胛骨生长。地域骨头的剩余部分很坚固嘛，那么这里可能是先发生外胛骨生长和破骨细胞效应，然后成骨细胞随之而来。它们的骨头很弱，按了也不会被按下来，所以看起来这些细胞被压了下去。
骨细胞幸存了下来，然后好像成骨细胞就直接复找上去了，实际上比松脂骨更好复找。我们连接几台，然后这样啪啪的敲打，或者进行一阶段手术，把羽和基台装上。所以大约1周后取出来时，就这样打一下，打下去就能感觉到骨骼质量保持不变。低音骨头发出咚咚咚咚非常清脆的声音，而低4骨头虽然不移动，但发出咕咕咕咕非常沉重的声音。有时候根本没有声音，所以在怀疑这个是否能成功的时候也是有的。无论如何，我们等待大约3到6个月。对于第4骨，我们等待大约6个月，有的人等了整整1年。之后如果这样大的话，会发出沉闷的声音。周围的骨头都是第4骨头吧？但是这里冲肢体和这样连接的部分的骨密都应该更高。我觉得不是这样。关于第4骨骼的话，我绝对推荐宽的。我毫不犹豫的推荐宽的。为什么要合理时驾驶会怎么样？要合理根据表面积的大小而变化，可以根据表面积承受这样的要和负荷。所以如果不是用第4骨宽的，真的很困难。它不断冒出来，这让我感到非常沮丧。最终虽然冲肢体很重要，但骨的生物反应性平衡，您只需理解反应性骨的一种状态更为重要。大多数人同意的是什么呢？就是骨细胞必须活着进入里面，对吧？所以大约同一一个直径0给你7毫米，太过密集，里面的骨细胞无法很好的存活，外面宽张，里面则逐渐变窄成 U 型。以前是三角形或方形，但几乎得出了圆形螺纹更有力的结论 ：D1、D1、D3、D4。这样就要对骨密度、骨架形成和外夹骨生长的概念有自己的理解。这么不是的话，获得初期固定也很困难，接下来就没法准确的植入这个冲肢体。所以我现在认为，这确实是重要且困难的事情之一。即使是同样的冲肢体，如果下面挖得不够深，会怎么样呢？如果挖得少，上面会形成骨架，下面可能会发生外夹骨生长，这种情况也有。松脂骨非常脆弱，那么下面最终会形成愈合骨，上面可以发生外夹骨生长，夹侧被限制在皮质骨上，那么最终这将成为骨架形成。侧侧有很多松脂骨，那么在放入的过程中，侧侧会压着把冲肢体时，侧侧是外夹骨生长，而夹侧形成骨架，所以会发生非常多的事情。但是没有人想到这一点。一路进入的话，所有的冲肢体上都会这样现实或者这样粘贴。一般认为不会发生外夹骨生长或骨架形成，但我并不这样认为。这似乎是综合性的发生，而不是简单的。所以如果好好考虑这些事情的话，可能会有很多感触。所以这样想就可以了。最终外形重要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我认为要和更重要。最终施力的分布，也就是说如何传递和吸收力量，以及如何分散。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冲肢体最糟糕的事件里，这样可以看到两边滑动的样子，对吧？所以像这种椅子或者桌子在垂直压力下是很结实的，往旁边推的话会被推开吧？那不好，建立是最糟糕的。您看这里也有用这种副笔来支撑的地方，有副笔吗？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好。锥形的部分呢，虽然侧面建立稍微减少了一些，但这会减少表面积吧，所以我觉得不好。双锥项也一样，会有很多建立。接下来 Extra 类型受到关注的原因是，当骨头溶解时，首先是从骨基部分开始溶解的，对吧？一般来说，上部的骨基侧是锥形的，所以建立好像稍微减少了一些。出事的牙槽肌确实似乎减少了，所以似乎买的很多，被认为是好的冲肢体，但是双锥形更好，建立更能承受，这感觉像是成功了。现在我们的双锥形已经有15年了，所以结果非常好。现在当时加水平压力时，下方反而产生间切力，侧面都在支撑着，所以没关系，这个也不错，这个也不差。
这个因表面积增加而更好。S-log 起到了平衡的作用。动物们也通过身体来保持平衡，猴子也用尾巴保持平衡呢，对吧？所以这边被按下去的话会怎么样？在这边坚持。对我来说，是平衡变得更加有力。这个形状很不错，所以刚才提到的朝纹陶器、琵琶形铜剑等等，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就会明白。所以即使疫情写的方式接受力量也是一样的，是平衡这样的东西是行不通的嘛，对吧？但是这个平衡很好，这里按下去的话就能够撑着这么多的力量，所以是平衡非常确切的冲值题，似乎是双锥形 S-log S 字形态，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冲值题叫做 S-log。冲值题进入后形成了金属的结构，然后是 S 字形状的冲值题，意味着它能够很好的进行平衡，所以能持久的条件之一就是这个原因，比其他的更有利的就是这个。所以现在您看这个 S 字减少了很多，在过去情况更严重，然后减少了很多，就变成了这样，这就是我们新推出的 TLX 冲值题，它类似于 BLX， 也类似于 ADIN， 还有很多其他的。但是您可以看到下面的锥形，还有这个锥形也是两边4度，会是3度还是4度？然后这个是用于切格洛纹的 CNC 到头，它是这样的，因为这边需要加强嘛，这边的太薄了，所以会折断，它弯曲。您试用的那款冲值题就是这样，因为是真洛纹，所以总是会扭曲，所以加固了里面这一部分，因此砖头变成了这样，而且顶端还有一个锥形部分用于插入砖头，还有内部也有锥形。然后呢，地部部分被称为螺旋切割，我认为会发生螺旋锁定，所以这也同样是逐渐变细的。所以您置入的越多，锥形就越好。这种设计推出了新的设计，而现有的设计是 S 字形。为了方便插入 ，S 字形做得很好，上下的螺纹是混合的，上面是正常的，下面的形状是反转的。反转过来这样制作的加工非常困难，所以上螺纹和下螺纹的深度不同。接下来这个砖头也是双面镜像形式反转的，所以我们把它连接在中间。您光看是看不出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冲值题，可能没有这么难制作的冲值题，可能是世界上最难制作的冲值题之一。现在我们拥有的 S-log 锥形、S 锥形、双锥形冲值题，已经进行了很多的平衡计算，然后把锥形也做成了双种的，做得很好。我觉得这个设计没有更复杂的了，看看其他公司吧。所以无论如何都不容易。我谈到了整体形状，我想似乎没有人会谈论整体外形的问题，因为我在这个领域工作了很长时间，所以我对这个外形稍微提了一下。接下来，可能如果做到螺纹形状的话，今天的讲座就会结束。下周如果做2个，就可以结束关于设计的事情。螺纹形状现在变得重要了，因为您现在使用的冲值题极端的把螺纹做得很薄，这就是现在放进去很简单的意思。所以现在大多数容易冲值的冲值题，似乎是老年人和女性使用的比较多。如果您看一下螺丝，会有三角形的螺丝和方形的螺丝。白看冲值体像这样的螺丝被称为真螺纹，不是螺丝。有一种是夹子形的，还有圆形的。把这个拿出来，我们来解释一下。这有2个方向，一个是植入，所以初始稳定性会怎么样呢？另一个是什么？从如何分散要合理的角度来看待螺丝。所以现在用的典型的是三角形螺丝，然后用矩形过来的时候，也曾经用国家字形，这是因为 Bicon 冲值题是独一无二的。接下来用了圆形，现在几乎都是在用这个趋势。所以我来讲一下那个故事。这就是行业标准，这是传统螺纹。接下来想象Carl Mesh 一样机械的拥有优点的人们，他说必须使用方形螺丝，
这一点呢，据说会持续更久，但实际上并没有，因为螺纹之间的空间变得太深，骨头就会融化一次，那么里面会产生4空间，所以第2次感染非常严重，这是一个灾难。我去掉了那么多东西，所以冲肢体周围炎的这发生了非常普遍呢。所以在工程方面呢，放型螺丝很好，但在这方面呢，似乎不太适合，所以现在是 U 形状了。最近的冲肢体呢，几乎都是通过将一侧做成水平，另一侧做成圆形的方式处理的。最终压力就是这样，要合理传递得很好。在这个线程之间，骨量似乎很重要。什么意思呢？这个冲肢体是受力的，那么这家伙会监听的，这之间的骨头会坚持下去。骨头顶住了，这个梁干是重要的。那么现在那个尖锐的针形冲肢体怎么样？那螺丝怎么样温的时候，如果它太尖的话，就会变成切割期，变成切割期了，开始啃骨头，所以这个厚度也有一定程度。而螺纹之间呢，骨头能保持的梁感更重要。然后这样做的话，初始稳定性就很好了，因为螺纹之间有很多骨头，所以几乎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做的。真性的Bicon冲只提出了这个意外是不会做的，他是因为大人，所以这样的话可能整理好了。我在某个讲座上看到这个，昨天我画了它。有一个叫 Illustrator 的程序，那样一个一个地画就可以了，所以画了很多。这是 BioHorizons 冲肢体 ，BioHorizons 冲肢体经常做这个冲肢体的宣传。您看一下，这就这样想想，上面是 U 型的，下面是锥形的，上面是水平的，对吧？激光时刻的话，看看这里用激光进行了这样的表面处理。宣传很多说亚洲人带回负责，破园长为了做到这一点非常努力，但在韩国是无法实现的。激光是20亿还是30亿韩币？用的是冷激光，那之后也不能只有一台吧？一次表面处理大约需要2到3分钟，要有多个大家。所以上次是 A ry冲肢体吗？在发表的时候呢，听到这样，他们对此聊得很多。我想您可能想做这个，因为这个是软组织复照的吧？亚洲人带复照意味着软组织复照，我不想要那个。骨头结合了才有意义，软组织复照有什么用呢？不过现在您是亚洲病学的医生，所以您可能这么想吧。所以现在倾向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吊与构嘛，对吧？那么这里是三角形，对吧？我把这个三角形这样贴上去了，这样两边都做。那么请思考一下，钓鱼钩就是这样的，当鱼上钩时是不会脱落的。所以这样用力的话，想一想吧，这个是这里的支撑，它水平对齐，支撑住在支撑着嘛。那么我把这个翻过来了，这个三角形就这样。这个在那儿见过很多次呢。去露营地的时候，有个用来固定帐篷的钉子，然后好好放之后，应该怎么样呢？不能掉出来，但是力量是从上面来的。所以我觉得这大概是最近有点旧了，是在 ITI 从肢体那里做的。他们在宣传 SLA， 我记得测量了，拔出来需要多大力度，那是那些论文相当有名。不过从常识来看，这是不合理的。在口腔内是如何受到吸引力的？这不合理。所以想想看，这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很多呢？想象一下，在肉铺挂肉的时候的情景，什么挂罩的时候，这种东西，这个是为了固定帐篷钉的，钉得太深了，拔不出来。支康的时候用这个，那么如果获得力量会怎么样呢？更被打击了。它是相反的，不被塞进去，反而在坚持吧。那么那个螺纹比较好呢？螺纹。所以这就成了理所当然的问题。不过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做的，因为国内的冲肢体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放进去很简单嘛。所以现在我们见过一次，在演讲厅，然后呢，他就看着我这么说 ：“S-LOC 的螺纹是反向的。”
不是，你们那边翻转了，我看了觉得你们那边是倒过来的。从常识来看，这就是承受力量后能够持久的充值体结构，这不是一个持久的结构。所以大多数最近结果都不好嘛，那家公司掉的东西太多了，这个原因太显而易见了。我们看到的时候，容易防止的充值体都是这样的。如果固定帐篷的固定钉不进去怎么办？生气的没法活了嘛，对吧？所以为了抵抗拉力，才能这样很好的进入，而是抵抗脱落的力量。我们不是哪个进不去，但是聚焦的话可以坚持。所以这就是我们早期充值题成功的原因，只是放进去有点困难。现在放进去很方便，但为什么会有那么久呢？这太显而易见了。当我想到这个事，我们感受到的很多，这最终是一个三角形螺丝。这种地方做得很欠，太贱了，对吧？而且我做成了矩形，想要留出很多这个之间的空间。这是我认为好的螺丝，好的充值体，好的充值体。然后现在也出现了方形螺丝，紧密的螺丝也出现了，这种是不好的，因为这些东西有很多空间，所以牙齿之间有很多骨头，骨头的厚度会先显出来，所以只能好好坚持下去了。所以微管螺纹毫无意义。现在的想法是，因为这会断，所以会做很多薄的东西，制造公司们。那么如果把螺丝拧得太深怎么办？断了。所以说制作危险层是好的，这说不同。这是 BioHorizons 的早期模型，这个念得很厉害。因为呢，在初期螺纹之间呢留下了很多空间，最初的模型这没有掉。那么接下来出现的东西怎么样呢？螺丝太尖了，受不了。这看起来还不错，这些也有。您知道怎么做吗？通过锻造压制而成。这被称为 Tatum 充值体。Tatum 外科公司又为是最早进行上焊斗太镐的人。以前去 AU 实践过他一次，我听过很多他的名字，因为这位老师写了很多论文，特别是在下焊区域关于墙上。我认为他参加过越南战争，所以那位医生写了很多关于如果患者这边的牙齿全部小时候用钛进行中间的论文。关于霍合金的使用也很多，我读过那个人的许多论文。所以我看到您个子也不高，还看起来很温文尔雅。不过现在想想，您是怎么敢做那么多大胆的手术的？真是让人害怕。这是一种 Norris 充值体吗？ Cortical Norris 充值体也有这样的东西呢。这个设计被很多人模仿了。这也是一提示。一提示怎么了？内部流教支架连接。我觉得这个更好。这是锁定锥形。所以这就是 Bicon 充值体的前身。看起来 Bicon 充值体在这里被复制了。然后接下来，这是一种大家见得多的充值体吧？这款产品因为失败而停产了，这个也因为失败而停产了，这也失败了。这只剩下这个了吗？为什么？因为是一体式才活下来的。一体式不是螺纹，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带来巨大压力的螺纹，防也很难，所以停止了。这也停止了，停止了，都已经停产了。看这个的时候觉得很帅吧？这是一个可以通过最小侵袭性植入的充值体，但是就像搅拌机的刀片一样，一旦出现薄齿，这个螺纹会把骨头都磨掉。您可能已经经历过，把骨头全部磨掉了，像搅拌机一样，所以最终只剩下这个了。但最近这个的结果似乎也不好，所以金源长中的全都没了的消息不就先传开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最近争议颇多的充值体 AnyReach。他们怕这会弱，所以把它做成了 U 型，但是好像有很多放进去的时候放不进去的情况。这是因为螺丝钉太尖锐。那么要将充值体准备与螺纹对齐码，或者内侧有螺丝控制颈。螺丝控制颈，它会匹配直径吗？还是它会在中间匹配吗？这也是个让人头疼的事。所以这里挖的太多了。第一、第二个螺纹好像都断了。
他们已经破批了很多，并且不断变化，从 anyone 到 any-reach， 持续减少它，因为这个太薄的话会断掉的。那么如果不断的这段会怎么样呢？将基态从22度改为15度，情况就会变成那样。这个是 U 型的，这是 BioHorizons 充值体吧？以前叫做 Silhouette 充值体，他们公司购买了 BioHorizons 充值体，所以完全不同的充值体变成了同一家公司，上面有很多锥形的充值体，就像是 Astra 充值体，所以没有螺纹，在韩国是不合适的，是大不着的。在韩国，如果压坑边缘露出来，就会引起一阵骚动。但是这一切看起来都是透明的，所以刚才那个钓鱼钩一样的是想要做广告的，水平的，而且十极光时刻用激光进行表面处理之类的。所以在这里您可以看到，买了很多这样的东西，有什么问题呢？螺纹应该根据后都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一样的。每个螺距都应该是不同的，但是螺距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样呢？看一下这个螺旋空的空间和螺纹几乎只有 1.2 或 1.5 BE。螺纹是1的话，四角就只有 1.5， 而且金属和骨头的差异在于强度差异，制造的是5G 的，那个强度差异几乎是10倍，也就是说这之间的骨头全部都会断掉，所以好像都没了。BioHorizons 种植体在这个间隙中的螺丝槽空间里，骨头填充了，所以它才可以撑着。但是 IBS 充值体相反的太多了，螺纹尖锐，所以会向内部钻进。BioHorizons 充值体没有螺丝骨空间，所以骨头都断了，病理性骨折将会发生，所以我觉得是失败了。这里也有3种类型的基态连接。BioHorizons 充值体的相关人士说的是，一个连接或2个连接会崩溃，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呢剥了就会导致充值体断裂，粗了就会导致基态断裂。所以他们说要分成3种类型。如果您看到的话，这种情况更严重，因为在螺纹之间呢几乎没有凹槽空间。不过似乎还是卖的很多呢，在美国好像买的很多，而且在那边哈萨克斯坦也卖的很多，买的非常贵，卖的非常好。所以我也在想，这就是品牌力量吗？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些可能有点问题。这个也是 BioHorizons 充值体，那个也是成功的充值体呢？是什么？ Swiss Plus 充值体，这个也念得很好，看起来这也一样，中间的空间也足够，然后要合理很好的用伏笔来支撑，所以感觉持续了很久。接下来是1阶段的充值体，在微型移动型或初始压槽骨上时，等基态连接中出现的问题较少，所以这个我也用了很多。还有这个是最糟糕的充值体，这种情况没有空间，而且必须在里面抓住什么。这边也滑，产生间切力，下面也产生间切力。接下来球空间和上空间是1对1的关系，我受不了这个。为什么？这个金属要强得多。还有更好笑的事情，这里有螺纹，但这里是水平的。那么转动的时候，这边怎么冲呢？这更好笑，看起来彼此的螺距不同。这是双螺纹吗？那我就不知道了。这也真搞笑，这里现在挖到上面了，应该会在这里这段吧。这种事情很多吗？失败的重置体中有名的是 GSII 吗？几乎没有螺纹，那是反过来的。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吗？是圆柱形的，而且螺纹也稍微雕刻一下，骨头就全都融掉了，在设计上失败了。所以我们的国内公司都是这样设置的，正好相反。我刚才好像提到过钓鱼钩的事，这样弄了吧，放入很简单，但是忍不住，所以这个掉的很多，这样是不行的。大家都是这样做的，那是不行的。Alpha Bio 充值体
说他们什么都能做。他们重视螺纹，并开发了多种产品，但是因为短了，所以在估计那一侧的模块上没有装很多螺丝。这种方式对西方人有效，因为这是个长的东西，但它在韩国效果不好，看起来是这样的，这不是螺丝。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做，这个又有点俄罗斯，不太确定。然而这里也有3个基台连接，一个连接有点困难。然后呢，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充值题，让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使用。这里写着 Ideal for immediate loading， 这也是 SPI 吗？大象做着呢。可是这说得通吗？这不合理。所以就这样画了出来。伏笔挂在哪里呢？垂直走的时候，倾斜走的时候，水平走的时候。不过我觉得这里是最好的，这个风格，对吧？这里非常平坦，末端有一点圆形的值，然后这样圆形的，这是最好的感觉，我所经历的。所以这样镶的话，是不是可以呢？这样看，这里的直径大约是 0.8 毫米，我觉得镂空和螺纹的比例大约是 3.1 比较好。我觉得如果螺纹箍的直径大约是螺纹直径的3倍就最好了。我所做过的重，放进去也很简单，似乎也挺耐用的。S-Lock 也有这种风格。这是新推出的 TLX 充值体设计。螺纹有点尖锐吧，同时在螺纹内部是锥形的，双锥形的，所以它不会短，在进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压力。接下来我们称之为螺旋切割，这个被设计成一种更加积极的形式，以便于子宫落定的良好使用。现在正在申请许可，估计1个月后呢就可以开始供应了。IBS 充值体和类似，这是一个更加进化的充值体形式。这最终是螺纹，正如砖头所说，一边有一点斜坡，另一边则是圆形的，这上下是连到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难以制作的充值体之一。这种概念的上下部分是这样的混合螺纹，双螺纹容易放入。螺旋切割呢非常积极地进行着，顶垫是平的，平台切换效果也很好，可以插入各种各样的 EH 基台。所以我认为关于设计我现在所说的已经全部传达到了，这也是有许可证的。这是一根单线程的，也有用双线程制作的，根据第4股、第3股、第2股、第V 股，想要怎么冲就这样画了一下。对是否形成偏置股或者诱导附加股生长再多想想。这样看起来三角形螺丝都是这样放进去的，到现在为止。方形螺丝很难放进去，因为是方形，这样看起来好一点。这就是真螺纹被打进去的，所以没办法。所以我非常推荐直径大约 0.7 毫米的，大约 0.7 毫米。我们的产品是在那个螺纹之间应该成为螺纹高度嘛，空间足够，所以放进去很容易。S-Lock 新型号似乎耐用的久，所以如刚才所说，要考虑是有岛屿上组织的形成，还是外加骨生长。选择充值体后，手术也需要根据该充值体的特性进行，而且如何分散要合理，最终决定了充值体的长期结果。今天我们讨论了整体外形和螺纹，下次课我们将谈论基模块和基台连接。今天就到这里为止，下周见，辛苦了。